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周五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提出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4点倡议。下周，习近平还将展开一系列的金砖合作外交活动。面对共同的风险，中国方案如何为世界发展注入中国信心？来看报道。周五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迫切期待实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们要把握机遇，直面挑战，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第一，塑造有利发展环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并支持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二，提振发展伙伴关系，要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形成发展合力，弥合发展鸿沟。第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摒弃脱钩、断供、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消除贸易壁垒，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第四，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创新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共享创新成果。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共创发展前景，共享增长机遇，为深化全球发展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就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讲话中话不多，但是呢，值得大家注意的重点不少。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强调那个要多边合作，因为这个只有在多边主义的情况下呢，世界各国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这里讲到南南合作跟南北合作。我们不喜欢那个像美国西方那种做法，就是自己拉小圈子。我们还希望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强调创新发展，那样我们在抵御内外各种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有把握。深圳卫视还注意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下周将进入密集的金砖外交时间。根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发布的信息，下周三，习近平主席将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下周四，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主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下周五，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主题为构建新时代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金砖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将共同出席。周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名副其实的金砖中国年，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今年以来，中方作为主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70多场会议和活动，涵盖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卫生等领域，推动金砖合作在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为金砖合作添砖加瓦，也为第14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方愿同金砖各成员以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金砖力量，为动荡不安、充满挑战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金砖国家呢，这么一个合作机制建立到现在10多年了。这个10多年来呢，成效很好。从那个质上来说呢，应该是进一步提高。当然，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呢就是伙伴关系。这个恰恰呢是这次第14次峰会的2个重点。当前，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发展治理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战胜疫情和建设更加美好的疫后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针对全球治理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为世界各国摆脱疫情困境、实现共同繁荣注入强劲动力。周六的央视快评指出，面对共同的风险，各国应积极寻求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在追求发展上矢志不移，在团结合作中携手奋进，走包容互惠、互利共赢的新道路，才能战胜困难，走出危机。中国从来都是全球和平发展坚定的行动派。这些年，从博鳌到达沃斯，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再到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坚持用更短的负面清单、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不断拓展与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敞开怀抱，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分享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做全球开放的推动者，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我们强调的是伙伴关系，我们不希望结盟，也不希望搞对抗，我们对伙伴关系非常珍惜。第二个呢，就是发展。我们现在呢更强调的就是一个发展，跟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呢，因为普遍的在经济上的相对的落后一些，希望呢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在经济发展上呢能够更进一步能够进入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行列。恰恰我们现在中国提倡的就是跟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对心思的，是非常得人心的。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本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工商界代表出席论坛。由于俄乌冲突爆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缺席，让这场被称为俄罗斯达沃斯的经济论坛蒙上了一层与以往不同的色彩。但俄总统普京周五在论坛发表讲话时表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企图并未成功，俄罗斯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主题为“新世界新机遇”，为期4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等现场出席。论坛特别关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面临的新挑战，致力于寻找俄应对西方制裁及提高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方式。俄罗斯传统来讲是它的很多的这种技术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资源出口啊，它的对象都是在西方啊，西方是它的主要的市场，也是主要这个技术资金来源地。那么这种情况下，现在已经这个和西方并没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那么迫使它要实行自力更生。那么某种程度要实现各种各样的，特别是在高精端领域的这种进口替代。那么可以说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迫使它去改变自己原来的这种我们说原材料依赖型的这种经济的特征。那么可能在未来给俄罗斯带来一些这个它自己的这个经济增长能力的这种提升。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国际性经济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有俄版达沃斯之称，始办于1997年，意在吸引外国投资，讨论经济政策，展示俄罗斯商业开放的形象。2005年起，该论坛得到普京的支持，此后每年俄罗斯总统都会出席论坛并做主旨发言。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被迫暂停。但在2021年重启后，又继续以线上线下方式召开，吸引了141个国家的13.5万人参加。但俄乌冲突爆发，导致今年论坛的参会规模受到影响。本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加今年的论坛，同时还呼吁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不要参加。路透社报道称，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公布的日程里没有美国和欧洲公司代表的名字，即便是那些现在仍坚守在俄罗斯的公司，也没有派遣代表参加。分析指，这是要向俄方清晰传递一切并不如常的信号。针对美国的威胁，普京周五在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单极世界的时代已经终结，尽管某些国家千方百计试图维持这个时代，这种改变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因为地球文明的多样性和各种文化财富难以套用固定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模板，由单个中心强加给别国的模板在这里不起作用了。多边世界关系体系现在已经成为必然。Не хотят
замечать очевидных вещей, а упорно цепляются за тени прошлого. Например,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Запада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экономике величина неизменная, вечная. Вечного ничего не бывает. 普京表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企图并未成功，俄罗斯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他强调，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制裁不仅可以针对俄罗斯，还可以针对任何不受欢迎的国家，迟早会影响到所有人。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打击自己的经济，今年的直接损失就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他还指责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傲慢，并试图用相当于经济闪电战的愚蠢制裁来压制俄罗斯。现在西方的通货膨胀问题与俄罗斯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无关，而是美国和欧盟实施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系统性问题。А 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потом отменил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вообще не накладывали. Кушать-то хочется всем, всему миру. Но какие санкции? Вот, а то, что пытались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такой блицкриг, значит,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и, ясно, что не получилось. 现在慢慢的发现，好像效果不如之前的明显，就这种西方制裁的效果。实际上我们看最主要的因素啊，其实一个是俄罗斯采取了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种对冲的政策，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变相推高了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些出口产品的它的这个国际市场的价格啊。那么我们看到像石油、天然气、煤炭，还有包括粮食，还有包括一些基本的这些有色金属在内的这些国际的大宗商品啊，虽然说西方在减少从俄罗斯的进口，但实际上整体的价格在上升。那么就是说，这种上升的价格其实从很大的程度上抵消了俄罗斯这个出口数量的减少。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迎来新的机遇，俄罗斯经济将基于开放去发展，俄罗斯永远不会走自我孤立的道路，会扩大与有意愿国家的合作。俄联邦新闻通讯社对此评论称，西方孤立俄罗斯的企图一败涂地。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团参加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无论西方如何努力将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但生意就是生意。Росс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друзья, так скажем, буквально мечтают об этом,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йдет по пути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и авторокии. Более того, мы расширяем и будем расширят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о всеми, кто в этом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分析称，普京的讲话传递2个主要信息：一是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俄制裁可能破坏世界贸易平衡架构；二是阐明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和经济形势，指出西方的一套模式已经过时，亚洲地区国家在新的竞争中具备优势，俄方愿与新经济伙伴进行互动。对，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比较明朗，就是俄罗斯不会在这个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嘛，那就意味着未来俄罗斯和西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可能将会彻底的决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能够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能够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些伙伴。其实我觉得这个普京他讲这番话的主要的意义还是在于要树立对本国民树立信心。也对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非西方国家要树立信心，因为就是俄罗斯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合作伙伴，俄罗斯有这样的意愿的。而就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召开之际，欧盟3巨头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周四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晤期间讨论了关于欧洲支持乌克兰以及对俄制裁等问题。他们还与同期访乌的罗马尼亚总统达成一致，同意立即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对此，普京在周五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一个主权国家基于捍卫自身安全权利做出的决定，所有任务都将完成，局势迟早会恢复正常，改善与乌克兰的关系是必然的。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就经济一体化而言，这是他们的选择。相比于北约，欧盟并不是军事联盟。但普京也警告称，如果乌克兰执意要加入欧盟，它将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Или во вред Украине, это тоже их дело, дел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о если не защитить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Украин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такую полуколонию,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Вряд ли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утраченного, скажем, авиастроения, судостроения,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других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ряд ли это буд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гранды не будут создавать для себя конкурентов. Это не наше дело. Но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и против этого. Мы всегда были против военного осво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本月底，北约领导人峰会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而距离本次峰会还有2周的时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开始提前为会议预热。他透露，此次北约峰会将更新该组织的关键文件战略概念，首次提及中国。本次峰会还首次邀请澳新日韩领导人与会。那么，北约介入亚太事务将给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本周4起，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除了就乌克兰急需的武器装备进行讨论外，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北约如何加大自身的威慑和防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乌冲突以来，北约方面大幅增加了战斗群部署，数量已从原来的4个提升到8个，分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在联盟的东翼，直接由北约指挥的士兵数量现已达到4万。In this more dangerous world, we need to make NATO stronger and further support our partners. 在记者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还介绍了即将于6月29号至30号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他介绍称，本次峰会上的重头戏将是北约重新规划未来的战略概念，为北约未来10年的发展提供指导意见。斯托尔滕贝格透露，针对当前的东欧局势，北约未来的战略重心将转向东欧、北欧、东北亚等俄罗斯前沿地带。北约新版战略概念将首次提及中国，但他同时也强调，北约不视中国为对手。And we didn't mention China with a single word. And I'm certain that in the next strategic concept, we will agree in Madrid. We will also address the 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China. We'll not refer to China as an adversary, but we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at this matters also for our security. 作为北约组织的关键文件，当前的北约战略概念仍然是2010年于里斯本会议通过的反恐怖主义军事化等，其中的内容并未提及中国。事实上，自今年以来，北约方面在多个场合炒作所谓中俄威胁。6月1号，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就曾放风称，北约新版战略概念将把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还将首次把中国纳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去年6月14号，北约领导人在比利时召开了为期1天的高峰会议，在北约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国作为所谓新的威胁写进了布鲁塞尔高峰会议公报。当时，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对此指出，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北约秉持旧的安全观念，持续扩张区域和领域，以旧冷战的手法搞阵营对抗，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新冷战。这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也违背世界人民的愿望。北约的战略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的一个体现。那么就是说，把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主要战略对手，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啊。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北约也会把中国作为它一个主要的考虑对象。当然，我们想，北约的文件不会像美国的印太战略这样的文件那么现实，这么直接把就是中国成为它的威胁，而是会把中国作为考虑对象。周4的记者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还介绍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与韩国领导人将有史以来首次参加到北约峰会中。周3，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确认，在出席完7国集团峰会后，他将从德国直接前往西班牙参加北约峰会。欧州とインド太平洋の安全保障は不可分であり、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どの世界のどこであれ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訴えています。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将在会议上呼吁北约把注意力转向亚洲，还宣称包括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在内，将美日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外界注意到，岸田本次欧洲行期间正值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竞选阶段。日媒认为，日本首相此时进行长时间外访，意在进一步提高选民对外交安保动向的关注度，并以此提高支持率。此前，自民党内有保守派人士宣称，作为亚洲和欧洲桥梁的日本，如果不参加此次北约峰会，会缺少画龙点睛之笔。一旦是北约要把它的主要战略精力，或者说相当大的一部分战略精力放在那个亚太地区，那么很显然它必须要寻找战略支点啊。那么在亚太地，我们看到像韩国、日本，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北约的一个潜在盟国啊。那么在所有这些盟国里面日本我们讲它是综合国力最强大的不管是政治实力、经
经济实力、军事力都是最强大的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日本本身有很强烈的想在亚太出头那么愿意和中国进行某种战略对抗这种主观愿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北约和日本出现了一个互相有一种战略需求这么个状况。事实上，强化与北约的合作是日本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所谓准同盟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早在2018年7月，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成立运行，负责双方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联络和协调。近来，甚至有日本加入北约的消息不断传出。今年4月，日本外相林芳正就已赴布鲁塞尔，成为第一个出席北约外长会的日本外务大臣。当时，日本是以亚洲合作伙伴身份参会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上公开表示，虽然日本距离北约各国很远，但与北约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并面临同样的问题，双方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5月，日本自卫队最高武官、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还参加了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日本防卫省证实，这是自卫队统合幕僚长首次出席该会议。紧接着，在本月7号和8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访日，分别与山崎幸二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鲍尔和岸信夫在会谈中一致认为，日本与北约必须紧密合作。岸信夫则表示，欢迎北约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干涉力度。有分析指出，在所谓亚太版小北约里，日本是美国能否实施其战略野心和遏制中国目标的战略抓手，也是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而日本方面配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表面上看同该区域的相关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安全关系，实质上是为了打造亚太版的小北约来围堵中国。日本首相想借助北约峰会这个大平台，增强日本在印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军事的行动能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6月底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发布新的战略概念，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北约将首次阐明对中国立场。那您对此怎么观察？北约的战略概念呢，实际上是北约鼓捣的10年期战略指导文件，就是指导北约呢在未来10年呢做什么。从冷战之后北约发布的2份战略概念来看有一条脉络呢十分清晰，那就是北约的性质在冷战之后呢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防御呢转向进攻，由区域防御军事组织呢逐渐转向全球性危机干预军事组织。那这次呢，北约将要发布新的战略概念，首次阐明了对中国立场，实际上就是北约呢将把中国列为威胁。由此呢，北约也将呢正式转向了全球性军事组织，进攻性呢越发明显。北约的变化呢是由美国主导的，在冷战之后呢，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呢不断扩大。美国呢已经把北约呢当成了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有力工具，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呢，让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北约的控制。那美西方呢，通过军援乌克兰，不断消耗和削弱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实力。俄罗斯对北约的军事压力呢，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于是呢，美国就让北约呢，把部分精力转向了亚太地区，配合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呢，对中国进行遏制。这次北约峰会呢，首度邀请呢，亚太的日韩澳新呢参加，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意图，就是呢把北约呢和日韩澳整合起来，协调行动，从西南东3个方向对中国呢进行包围，甚至呢不排除北约呢未来把日韩澳新呢吸纳进去，构建了更广意义的新北约。日韩澳已经确认参加这次北约峰会，那这是否说明日韩澳是在表态愿意配合北约新战略对中国进行遏制呢？美国的印太战略呢，现在越来越明晰，就是构建军事同盟嘛，在整个印太呢对中国进行遏制。要看到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地理区域是所谓的印太，但美国呢构建军事同盟呢却不限于印太国家，而是全球范围。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美国构建军事同盟的第一步是整合自己的铁杆盟友，主要是日韩澳新和北约。第2步呢是把南亚、东南亚国家呢拉进去。第3步呢是把中东、南美和非洲国家拉进去。其中呢，第1步是最容易实现的吧？这次北约峰会呢就是干这个事儿。而从亚太地区的4个美国重要盟友的态度来看日韩澳是铁了心跟着美国走，而新西兰的态度则比较犹豫。因为新西兰呢，虽然在军事上呢依靠美国，也是5.2联盟的重要一员，但新西兰的战略诉求不多，不愿意自己卷入到中美的战略竞争中。不过呢，新西兰是美国在亚太地区4个重要盟友实力最弱的，
美国呢主要是在政治上拉拢新西兰，壮声威，也没指望新西兰在军事上呢出多大力。所以新西兰参不参加呢这次的北约峰会都不影响美国的大局。日本对自己首次参加北约峰会表现积极，并且呼吁北约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亚洲，并宣称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那对此您怎么看？日本这种态度呢，一点都不奇怪。中国越是变得强大，日本呢越不舒服和害怕。因为呢，日本是有野心的，就是想成为亚洲的老大嘛。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推行了经济学家赤松耀提出的雁行战略，表面上看呢是经济上以日本为领头雁，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呢跟着日本进行发展，实质上是日本呢，想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成为亚洲第一，进而呢掌控了整个亚太。然而呢，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日本的梦想，今天中国呢已经全方位压倒了日本，这让日本的心态一下子崩了。然而呢，满脑子冷战思维的美国呢，对中国的崛起也是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害怕。对中国呢遏制的力度越来越大，并且为此呢大力构建了遏制中国的同盟，这让本已经日感绝望的日本再度看到了机会。于是呢，美日呢一拍即合，迅速强化了美日同盟，对中国呢进行遏制。现在呢，美国拉北约呢来构建遏制中国的更大同盟，日本呢内心里边是很高兴的，因为这样呢，自己就算少出力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呢也是不断增加的。可以说，日本巴不得呢北约将全部注意力投向亚洲。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借着呢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机会大力扩充军备，军事战略呢由守转攻。其目的可不仅仅是为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而是呢妄图在美国呢把中国整趴下之后，自己能够呢迅速上位，成为亚洲第一强。由此也可以看出呢，日本关于赌国运的毛病呢始终未改。但是呢，历史大势浩浩汤汤，日本阻挡不了，赌徒心理呢，最终只会让日本吃大亏的。好，谢谢石洪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频频在涉台议题上出头的2位美国参议员，近日推出一项有意大幅提升对台支持的法案，声称这将是美对台政策43年来最全面调整。令人哗然的是，该法案里将台湾地区列为所谓非北约主要盟友，并将修订与台湾关系法部分内容，意图突破对台军售限制。这也引发舆论担忧，台海局势将进一步升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梅嫩德斯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籍资深成员格雷厄姆，当地时间周四提出了一项法案，鼓吹大力加强美国对台所谓支持，包括提供数十亿美元所谓安全援助，以及修改法律以加强所谓美台关系等。报道称，这项法案被命名为2022台湾政策法案。梅嫩德斯和格雷厄姆还在该法案中发出威胁，声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任何所谓侵略行为，那么美方将实施严厉制裁。据报道，长达107页的所谓2022台湾政策法案分为3大章节，内容包含9大主题。法案指示终止美联邦政府官员与台湾方面交往的种种设限，鼓励政府雇员赴台交流，包括提供为期至多2年的交换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军事援助和加强台湾防卫能力方面，法案还要求修订与台湾关系法中部分内容，要将目前向台湾提供武器的范围从防御性扩大到威慑性武器。此外，法案还将敦促美国国务院推动磋商，将台当局在美联络机构改名为所谓台湾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也需获参议院同意。这也意味着相关任命被提升至准大使级。比如说呢，涉及到的是要把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来改名为所谓的台湾代表处，效仿此前立陶宛的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呢，此前在美国国内曾经出现过相关的声音和动向，在中方强烈表示反对之后，又销声匿迹了。但是当前又旧事重提，很明显的是要对美台之间的关系进行所谓的升级。这都是这一份草案在对美台关系进行设置的时候，在对中国政府进行挑衅的时候，一些非常危险的因素。提案者梅嫩德斯·格雷厄姆高调宣称，该法案将是自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据知情人士透露，两人希望最早下周将该法案提交参议院。不过，一位熟悉该法案的美国官员说，当中一些内容让拜登政府和国务院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担心法案可能会激怒中国。路透社表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没有立即对法案进行回应。
当前这一份法案的提出本身是针对当前中美关系本身在遭遇到一系列挑战的背景之下，美方再一次的恶劣的行动，当然会使中方对于美方的基本的政策的基调，以及呢美方对中国所一再谈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会产生更大的质疑。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中美双方的直接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些具体的合作的方面，停留在所谓的解决美国的麻烦的方面，要中国进行配合的方面，而更多的是从根本上来颠覆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这样的一种危险点。外界注意到，梅嫩德斯·格雷厄姆曾于今年4月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蔡英文等人会面。梅嫩德斯当面告诉蔡英文，美方对台湾表达所谓支持有2个重点，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大陆冲突，台湾也不挑衅。而格雷厄姆窜访期间，在回答台海有事，美国是否出兵时，则直接称呼台湾是美国所谓盟友，并称所有选项都有可能。据了解，格雷厄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铁杆，支持特朗普很多反华言论，并且是美国对台军售案的重要推手。格雷厄姆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是生产 F-16 Block 70型机的重要基地，他曾出力让美国政府同意出售给台湾地区 F-16 战机。针对美议员再推新涉台法案，台湾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立即跳出来，表示所谓高度欢迎和诚挚感谢。他鼓吹说，这是美国国会今年深具代表性的旗舰型挺台法案。美国的法案的提出通常就是参议院他通过了，那备而不用，行政部门要不要执行，那要看总统的这个意志了，是宣示性意义比较大。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所谓2022台湾政策法案还提议将台湾地区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拜登去年8月接受 ABC 专访时曾表示，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宪章第5条做出神圣承诺，若有人要入侵或对我们的北约盟友采取行动，我们一定会回应，对日本、韩国、台湾都一样。此言一出，引发轩然大波，美国高级官员立即出来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而此次美参议员要通过立法形式将台湾地区明目张胆纳入所谓非北约主要盟友，无疑将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影响。除了美国，外界还注意到，英国外相特拉斯曾在上月召开的北约外长会上表示，北约要发展成全球的北约，理应以军事手段来保护台湾。这反映出的是脱离了欧盟之后的英国，在自己的外交安全政策上与美国进一步的来进行绑定，以所谓炒作台湾问题来对美方的政策进行迎合。更广的层面可以反映出的是，英国现在的考虑不仅仅是与美方在战略上进行配合，而是英国给自己设定的所谓的全球英国的目标，要使英国成为一个所谓的全球英国，某种程度的挑动地区安全问题发生表态，进而呢制造一些矛盾冲突，把威胁的标签贴到自己的对手身上，这是我们见惯了的套路。这样的一种做法会对亚太地区、对于世界和平和稳定造成更多负面的影响。所谓的全球英国将成为一个更加负面的因素。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的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多次参加相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2017年时任美国防长马蒂斯在第16届相会上首次讲了台湾问题后，美国每次在相会都会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相会这样的场合表达中国的立场，阐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台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军事关系走向的焦点问题，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打压中国的王牌。何雷提醒，美方要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打台湾牌是非常危险的，对中美军事关系稳定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外，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一在卢森堡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会晤中也谈到台湾问题，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处理不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这个风险不仅存在，还会随着美大搞以台制华，台湾当局大搞以美谋独而不断升高。
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一次法案的提出似乎代表的是两党议员的共识，展示出的是美国国内在台湾问题上所谓的反华的动向。但是呢，从时间节点来说，可以说是更具有一些挑衅性和刺激性。因为在此前我们看到，不管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还是在杨洁篪和沙利文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台湾问题上，中国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但是呢，恰恰在中方话音刚落的时机，这个时间点上，美国方面以国会议员推动法案的方式来进行试探，很明显的是针对中方此前所提出的立场和底线，还在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推出的所谓台湾政策法议案，号称是自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注意到这份所谓的台湾政策法议案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其中的不少条款还相当劲爆，包括美国要重新审视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有关台湾的地位问题，要指示国务卿协商将所谓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要制定政策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要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甚至是直接给予台湾军事援助，以及要签订美台自贸协定与让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等等。总而言之，这份议案不仅全面颠覆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甚至是与台湾关系法中有关一中原则的规定，是在变相的支持台独。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条款中所罗列的都是过去1年多以来美国国会中的挺台鹰派势力一直在要求甚至是逼迫拜登政府去做，而拜登政府又一直顶着没有办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参议员以打包的方式把他们全部罗列出来，准备以法案的方式再一次来向拜登政府施压。事实上，他们提出这个法案真正的政治背景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他们要在台湾问题上争奇斗狠，以吸引选民的注意。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类似议案的并不是只有这2名国会议员。早前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提出了所谓的台湾武器出口法案，另外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推出了名为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的议案，都是中期选举运作的一部分。对此，我的建议是，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把这些议案当成一回事，因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就算是这些议案最终获得了通过，也不太可能被拜登政府所执行。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度刺激他们，因为在俄乌冲突正在进行中，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的背景下面，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台海局势已经是处于了干柴烈火状态。那在您看来，这份所谓台湾政策法议案中有关赋予中国台湾地区重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的条款，最终能够得到落实吗？其实，所谓的台湾政策法议案中有关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的说法，早在1年多以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就曾经提出过专门的法案，要求白宫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成员。因此，这个台湾政策法议案只不过是在冷饭热炒，旧话重提而已。当然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表面上看来，美国国会议员仅仅是为了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台湾成为北约的军事保护对象，或者说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仅仅是虚晃一枪，其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将北约拉下水，拉进未来台海冲突的浑水当中。因此，这个议案实际上是在呼应此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议北约应该将中国当成防范对象，以及英国外相特拉斯有关北约应该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这么一种说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真的就能够成为北约加成员。
这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也非常直接。因为一旦台湾真的成为了北约加成员，也就意味着已经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的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中国大陆肯定会在此之前就采取非和平的方式把台湾问题给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不可能跟随着这些无脑的美国国会议员起舞，他们一定会将这一提案当成废纸一张。因为美国虽然是北约的主导方，但北约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说了就算的。北约决策时采取的是共识制，也就是要所有的成员国一致通过。就连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都遭到了土耳其的反对，何况是台湾地区。另外，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陆，他们近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策略是只做不说，无名而有实，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公开突破现有一种原则框架，但该做的事情私底下都会去做。根据这一老谋深算的处事方式，我认为拜登政府肯定不会让台湾成为北约加成员，但一定会运作让北约将战略重心东移，并介入台海局势。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周五称，俄军继续打击乌军的指挥所、防空导弹系统等军事目标。而据塔斯社周五发布的报道，被围困在北顿涅茨克市阿佐特化工厂内的部分乌克兰武装人员已开始投降。俄罗斯国防部周五的通报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武装亚速营在哈尔科夫州的指挥部，俄防空力量还击落乌军一架苏25战机。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卡尔彭科同一天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也披露，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军已经损失了约50%的重型装备，包括大约1300辆装甲车、400辆坦克和700门火炮。在俄乌当前争夺焦点的乌东地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称，截至周五上午，在卢甘斯克地区，俄军仍在对北顿涅茨克市和利西昌斯克市进行炮击，争夺全面控制北顿涅茨克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塔斯社周五则援引卢甘斯克武装的消息报道称，被围困在阿佐特化工厂内的部分乌克兰武装人员已经开始投降。我觉得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俄军呢，就是说通过这打亚速钢铁厂，他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他就知道啊，我现在就围而不攻，对不对？我就困死你，最后你逼着你投降。此前有消息称，据守在北顿涅茨克市工业区的乌军数量大约为2500人，其中1/4是外国雇佣兵。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的披露，自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共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6956名外国雇佣兵和专家前往乌克兰，其中1956人死亡，1779人离开乌克兰。统计对象包括直接为乌军作战的外国雇佣兵，以及协助乌克兰培训士兵操作和修理西方原武武器的外国专家。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指出，在欧洲国家中，波兰的人数最多，有1831人前往乌克兰，其次是罗马尼亚，英国排名第3。而在美洲国家中，加拿大的人数最多，美国排名第2。科纳申科夫还表示，由于乌克兰政府战事进展不利，外国雇佣兵开始减少并离开乌克兰。俄国防部对每一位抵达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都在进行跟踪和定位。而就在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刚刚承认3名美国退伍军人在乌克兰失踪，不过他并未承认美国退伍军人被俄军俘虏。There are reports of one additional American whose whereabouts are unknown. This individual had traveled to Ukraine to take up arms. 普莱斯表示，第3名在乌克兰失踪的美国人名为格雷迪·库尔帕西。据悉，此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伍老兵，服役长达20年之久，去年11月刚刚退役。普莱斯称，美方现在还没有找到这3人的下落，并劝美国民众不要去乌克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失踪的2名美国退伍军人亚历山大·德鲁克和安迪·黄，在顿巴斯地区的一家拘留所内接受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德鲁克在采访中吐槽道，乌克兰军队的组织混乱、腐败无能。他和队友安迪·黄原本是被派去掩护乌军的一支部队撤退，结果乌克兰人逃跑的时候把他们抛弃了。之后，他们慌不择路地躲入了一个村庄，结果遇上了俄军的巡逻部队，2人只好投降。就在上周四，顿涅茨克地方法院刚刚判处3名曾为乌克兰军队效力的外籍公民死刑，国籍包括英国和摩洛哥。
他们被控充当雇佣兵并试图武力夺取政权的罪行。Don't be duped into a war that's not a war that you should be fighting for. I feel abandoned by both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首先一点呢是俄罗斯呢是杀鸡嘴猴汉，很多雇佣兵呢这个意志消沉，然后意志衰退，甚至说气郁已绝，这个雇佣兵的前景是越来越不好。同时呢，这个他背后的这个雇佣他的国家、雇佣他的公司也越来越多的显示出底气不足，因为他们对俄乌冲突的本质、俄乌冲突前景已经发生了这个根本性的判断的变化。此外，继欧盟三巨头法德意领导人周四访问乌克兰后，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周五秘密到访基辅，并向乌方承诺了一系列军事援助。这也是他自俄乌冲突以来第2次访问乌克兰。英国政府网站周五披露称，约翰逊当天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他表示，英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以及一项可以改变战争平衡的大规模军事人员训练计划。该计划最快每4个月可以为乌克兰训练多达1万名军事人员。约翰逊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在这场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访问基辅，目的就是为乌克兰人民传递一个明确信息：英国与乌克兰同在，直到乌克兰最终获取胜利。据了解，英国此前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重武器，包括5000多枚 NLAW 反坦克导弹、远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以及155毫米自行火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同一天就指出，正是美国、英国及其北约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破坏性行为，导致俄乌对话中断。他称，俄罗斯有意尽快与乌克兰达成政治和外交协议，以停止军事行动。但西方国家在对俄罗斯施压的同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些行为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成果，只会导致冲突的持续以及人员伤亡和损失。